有人说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但其实是现实的试炼场。我叫小强，今年38岁。如果有人问我，你老婆变了吗？我会说，不是她变了，是我没有注意到她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对我笑了。记得那一年，我和她是在网络上认识的。她叫小慧，南部人，说话总是带着温柔的口音。那时候她准备北上找工作，而我在台北一间零件公司当工程师。一开始我们常常聊到半夜都舍不得挂电话。她总是说，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可靠，像可以让人依靠的人。那句话我记得很多年。后来她真的搬来台北，我们开始同居，租了一间小套房。生活虽然不宽裕，但处处都是笑声。她很节俭，每次要买一杯饮料就挣扎了半天才肯买。她常说，我们要一起存钱，以后买房生小孩。我那时觉得，这女孩真的是可以共度一生的人。3年后我们结婚了，婚礼很简单，却很幸福。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。结婚1年后，小慧怀孕了。那时我真的很感动，迫不及待的想成为爸爸。我们约好了，我在外面工作，他在家里专心带小孩。孩子出生那一天，他虚弱的躺在病床上，手还紧紧握着我的手。我看着那个小小的婴儿，心里想，我一定要更努力工作，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。可是现实比想象中还难，房贷、奶粉钱、尿布钱，一笔接一笔。为了赚更多，我自己开了工作室，开始接案子、应酬、参加商会。有时候晚上11点回到家，小慧还在哄孩子睡觉。她说，可以帮我洗一下奶瓶吗？我今天真的好累。那时满脸疲倦，只回了一句，我明天还要早起，自己处理。那天我没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转身走向厨房。有一次我喝得醉醺醺回家，他让我帮忙收晒好的衣服。我一肚子酒气，心里烦躁，就顶了他一句，我在外面那么辛苦，你们都靠我养着，你只是顾家也做不好吗？那一刻空气凝结，他没有骂我，只是沉默。后来我听到他在厨房边洗奶瓶边掉眼泪，那一幕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只是当时我选择假装没看见。我不知道的是，那一夜之后，他的心就开始关起来了。她曾经是那个爱笑为我做早餐的女孩，而我却让她变成了夜里默默掉泪的母亲。婚后2年，公婆每周都会上来帮忙看孙子，但是婆婆的帮忙常常变成了批评。你的粥煮得太稀了，难怪孩子这么瘦，小孩穿这样会着凉的，你这个妈也太不细心了。小慧总是微笑地说，妈，我下次会注意。可是我看得出来，她的笑已经越来越僵了。有一天，她忍不住地跟我说，你能不能帮我跟你妈讲一下，我这样真的压力很大。那时候觉得这又没什么，就随口的回说，你别想太多，听听就算了，我妈又没有恶意。她就没再说话了。那天晚上，她一个人睡在孩子的房间里。从那之后，我们之间就多了一道墙。她开始不再问我去哪里，不再等我吃饭，孩子生病时，她自己扛着去医院。我偶尔回家，看到她在沙发上睡着，
怀里还抱着孩子，那画面应该让我心疼，但我却只觉得疲惫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当一个女人不再吵，不再抱怨时，那不是理解，而是死心。她的冷淡不是忽然的，而是一点一滴被我的合理忙碌磨出来的。有一天下班，她正在折着衣服，我突然问：“你是不是对我没感觉了？”她停下了手，低头的笑了一下。我还能对你有什么感觉？那句话像刀子。那时候我真的慌了。后来我试着约她出去吃饭，她总是回说不用了，我要照顾孩子。我想抱她，她就轻轻地推开。那天夜里，我翻着手机里的老照片，她笑得好温柔，好单纯。而我竟成了让她失去笑容的那个人。13岁那一年，我们的关系正式走到了尽头。没离婚，但也不再亲密。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却活得像室友一样。他照顾孩子，我继续工作，偶尔客气的对话。有时深夜，我会看着他的背影，想起当初那个说要跟你一辈子的女孩。如今，她离我只有3公尺的距离，却像隔了整个世界。我后来终于明白，他想要的从来不是车子、房子或是多大的成就，他只希望在他疲惫时，有人愿意说一声“你辛苦了”。我总以为赚钱就是对他们爱的表达方式，但对他来说，陪伴才是安全感。婚姻不是谁付出的多，而是能不能互相理解。一旦关系的冷淡，不是因为不爱了，而是忽略太久。当爱变成了习惯，习惯就成了距离。我曾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，但其实它只是让我们看清那些没有被珍惜的日子，最后会变成错过的形状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回家，请对那个等你的人说一句“我回来了”，也许那句话就能挽回一颗心。爱不是嘴上说说，而是一起分担生活。别等对方冷淡了，才想起来要温柔。每个沉默的背后，都有说不出口的委屈。如果你也懂这种感觉，留言一句“我懂”，让我们知道其实并不孤单。今天人生，感谢你今天的陪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